刘贺只做了27天的皇帝，就被霍光等大臣给赶走了。那么接下来皇位该由谁来继承？霍光及其家族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？麒麟阁11功臣又都是谁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病已的传奇经历及霍光的结局。说起刘病已，就不得不提他的爷爷刘据。刘据是刘彻与卫子夫的儿子，也是汉武帝的长子。7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。公元前91年，因为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被人告发用巫蛊诅咒汉武帝，于是便拉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。汉武帝让江充去调查此事，而江充由于和太子及其亲信有间隙，害怕刘据登基后找他算账，于是便把祸水引向了太子刘据。他向汉武帝汇报说，在太子的宫里找到巫蛊所用的木偶是最多的。太子知道后，连忙与太傅石德商议。石德建议要吸取扶苏公子的教训，不如假传圣旨，先调兵将江充等人拿下，然后再向汉武帝请罪。于是太子便假传圣旨起兵，将江充处死，而江充有一个同伙则侥幸逃脱，逃到甘泉宫告诉汉武帝说太子已经起兵造反了。汉武帝不太相信，派了一个亲信的宦官去给太子传话。可宦官来到长安后，担心太子是真的造反，不敢去传话，转了一圈就返回甘泉宫，告诉汉武帝太子是真的造反了。汉武帝大怒，立即让丞相刘屈毛领兵前去平叛。双方大战了5天5夜，刘据兵败后逃走。随后凡是跟随刘据或者跟刘据亲近的人，全部按照谋反罪被灭了族，卫氏家族的势力从此被清除殆尽，皇后卫子夫也自缢身亡。刘据兵败后，带着2个儿子和1个女儿，以及所有的姬妾，逃到了胡县。胡县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文乡县的西南。到达这里后，他们隐藏在一户贫寒人的家里，户主人以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。刘据听说有一位富有的旧相识也住在胡县，就派人去寻找。可这个决定却导致了消息泄露。8月，地方官受命围捕太子，做了30年的太子刘据不愿意被捕后受辱，自尽而死。跟随太子出逃的家人也全部遇害。长子刘进因为要安置刚刚出生才1个多月的刘病已，没有跟着刘据逃亡。可刘据死后，留在长安的刘进以及刘进的夫人、女儿、岳母等家人和门客也全都被杀。唯独还在襁褓中的刘病已逃过了一劫，被关押在长安城的关狱里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丙吉。丙吉非常同情刘据的遭遇，想保护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。他找来了胡祖和郭征卿2名女囚，让他们住在宽敞干净的房间里哺育这个婴儿。由于他经常生病，所以就给他取名为病已，以此来祈求健康。公元前87年2月，刘病已不到5岁。这一年，汉武帝病重。有望记者说，长安的监狱里发现了天子气，于是汉武帝就让郭穰把长安26个关狱里的犯人都抄录清楚，无论罪过轻重，一律杀掉。当郭穰来到丙吉所在的关狱时，丙吉紧闭大门，说道：“皇曾孙在此，就算是普通人也不能无辜被杀，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？”就这样，丙吉一直守到天亮，不许郭穰进入。郭穰只好回去报告汉武帝，并趁机弹劾丙吉。汉武帝在得知自己的曾孙竟然还存活于世，觉得这应该是天意，于是他便不再追查，并下诏大赦天下，将这些犯人全都给释放了。随后，刘病已就被丙吉送到了京兆尹的治所，可京兆尹却不敢接收，又给丙吉送了回来。此时，胡祖和郭征卿也被赦免，准备要回家了。丙吉只能自己花钱再雇下他俩，让他们继续留下来抚养刘病已。之后，丙吉由于官职调动，只能将刘病已送到他外婆的家中，交给他外婆的兄长史公来抚养。汉武帝在得知刘病已还活着，并大赦天下后的几天就驾崩了。临终前，他留下遗诏，让把刘病已收养在掖庭，并将他录入到皇家的宗谱里。掖庭是指宫中的旁舍，是给妃嫔们居住的地方。于是，公元前85年，刘病已从史家搬出，住进了掖庭，其宗室地位也得到了承认。
叶廷令张贺曾经做过太子刘据的家吏，他怀念刘据的恩情，便对刘病已体贴入微，并自己花钱供他读书。等刘病已长大后，张贺就想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他。可他询问弟弟张安世的意见时，却遭到了张安世的怒斥。他说：“现在是汉昭帝刘弗陵在位，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称赞刘病已，更不能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他。”于是张贺只能作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由于犯罪而被处于宫刑的徐广汉，将15岁的女儿许平君许配给了欧后氏。可在出嫁前，欧后氏的儿子却突然就死了。许平君的母亲找人占卜，结果占卜的人说他是大富大贵的命。张贺听说后，便以自己的家财为聘礼，为刘病已操办了婚礼，迎娶了许平君为妻。两人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刘氏。就这样，多灾多难的刘病已终于过上了平淡而幸福的生活。他非常的好学，跟福中翁学习了《诗经》，他也喜欢斗鸡走马，广为交结，经常出宫外行。在市井的游戏中，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，也因此学会了辨别驴里奸邪、探查吏治得失的能力。公元前74年，年仅20岁的汉昭帝刘弗陵驾崩。由于他没有子嗣，于是霍光等大臣便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。然而刘贺荒淫无形，只做了27天的皇帝，就被霍光和张安世等人给谋划废除了。在选择下一个皇位接班人的时候，杜延年和丙吉极力地向霍光推荐刘病已。公元前74年，刘病已即皇帝位，即汉宣帝。为了能让百姓们更容易地避讳，刘病已便将名字改为刘询。刘询即位后，大臣们纷纷地上书劝谏，让他迎娶霍光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。但刘询并没有表态，只是委婉地提出让大臣们帮忙去寻找他在民间丢失的宝剑。此时大臣们才明白，刘询是想立原配妻子许平君为皇后。霍光知道后也没有反对，于是许平君便顺利地成为了皇后。公元前71年，皇后许平君再次怀孕。霍光的继室霍显由于女儿霍成君没能成为皇后而一直耿耿于怀。这时他听说许皇后要分娩，便买通了名叫淳于衍的宫廷女医，让她去毒死许皇后。就这样，许皇后被女医给毒死了。随后就有大臣上书控告御医，要求把他们全部逮捕，让他们交代罪行。这时霍显才感到了害怕，只能将详情告诉了霍光，让他一定要想办法，不能让酷吏们拷问淳于衍。霍光听后不胜惊愕，默然不应。他本想主动向汉宣帝交代此事，揭发自己的夫人霍显，可最终碍于夫妻的情分以及霍家的利益，只能上奏汉宣帝，对淳于衍免予问罪。公元前70年3月，霍成君被立为了皇后。2年后，霍光病重，汉宣帝亲自到他的府上来探望病情，并为之哭泣。随后霍光上书谢恩，并请求从自己的封邑里拿出3000户，封给霍去病的孙子霍山，以继承其兄长霍去病的香火。公元前68年4月21，西汉的权臣霍光去世。汉宣帝将霍光与汉初的开国功臣萧何相比，以皇帝级别的礼仪将其安葬，并允许他陪葬于茂陵，还在他的墓地上修建了祠堂，设置了园艺，安排300户人为其守墓。霍光去世后不久，汉宣帝便得知了许皇后遇害的真相，于是他便开始削弱霍氏的权力。霍氏家族的人便开始惴惴不安，逐渐生出了谋反的意图。公元前66年，霍氏准备谋反的阴谋败露，霍光的夫人霍显及其儿子、侄子、女婿等家人全部被杀或自杀。皇后霍成君也被废除，12年后自杀身亡。公元前51年，汉宣帝让人画了11名功臣的图像，供于麒麟阁，以示纪念和表扬，其中霍光位列第一。但由于霍光死后，其家族谋反被满门抄斩，因此在麒麟阁11功臣的名单里没有写霍光的全名，只是尊称他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博陆侯、霍氏。此后霍光便一直被汉朝的皇帝们所尊奉和祭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